大家好，在通关了黑神话悟空的全流程后，我的内心仍然感到十分震撼。黑神话到底讲了什么？暗藏了多少让人细思极恐的真相？本期视频且听我细细道来。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段陈年往事。孙悟空在保护唐僧取得了真经后，受封为斗战胜佛。可是他受不得天条繁荣，于是便辞了佛位，欢喜回乡。谁知天庭仍然没有放过孙悟空，重演了当年的花果山之战，害死了孙悟空的许多徒子徒孙。于是就出现了孙悟空孤身面对天庭大军的这样一幕。俺老孙啥功名不要，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过过逍遥日子。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我也懂。我不懂的是，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孙！孙悟空与二郎神再次展开了激烈的决斗。斗战胜佛，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有多少人求而不得？长生不老？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4个字上？然而随着孙悟空逐渐占据上风，单挑很快变成了群殴，独自承受二郎神和4大天王的围攻，就连孙悟空也感到有些吃力。火候十无一刃。于是他想要故技重施，试图将二郎神引出军阵。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紧箍咒，孙悟空的紧箍咒居然再一次出现。而了解《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在孙悟空完成了保护唐僧的使命之后，紧箍咒已经消失不见了。然而此时的一幕验证了那些只是假象，孙悟空或许从来没有被原谅，也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自己最渴望的自由。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美猴王齐天大圣就此陨落，但是他的神魂仍然没有消散，而是化为了6件神物，隐匿世间。多年之后，一只花果山的老猴叫来了徒子徒孙中的佼佼者，亲口讲述了这件陈年往事。老猴希望他们之中能够出现一位天命之人，找齐孙悟空留下来的灵物。灵物回归花果山之日，或许就是齐天大圣归来之时。这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开场故事，一场波澜壮阔的寻圣之旅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你看，缘到福自有。大哥，真是有口福啊！
师傅弟儿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这桃倒是识趣儿。好个小猢狲儿，敢捉弄你爷爷！今日定叫你知道厉害！背负着复活齐天大圣的使命，天命人先是来到了黑风山，并且与这里的小妖发生了战斗。黑风山风景秀丽，却盘踞着修行多年的妖怪黑熊精，四周更是遍布着许多妖王。幸好天命人并不是孤军战斗，在路过土地庙时，这里的土地神出现了。哎呀，发什么呆？拔根毛来拜一拜。土地神其实是管理一方的社神，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较低，但是在民间的信仰极为普遍，是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黑风山的土地，在此候你多时。或许是因为土地神还记得曾经和孙悟空的老交情，因此对孙悟空的徒子徒孙颇为关照。土地神看着天命人的模样，情不自禁地说：“像，太像了。”而被天命人打死的小妖也会在死前吐槽：“大王，那个猴子又回来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土地神告诉天命人，观音禅院就在这附近。禅院当年香火鼎盛，可惜被孙悟空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虽然已经重建，但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人气。你不记得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来者不善，小猴子自求多福。虽然说着自求多福，但土地神其实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天命人。在天命人遭遇危险时及时出现，还将定身术传授给了天命人，在之后的战斗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随后，在土地神的帮助下，天命人变为一只金蝉，暗中观察了黑风山的虚实。四处探探的话，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现。得到了帮助后的主角也逐渐进入了状态，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击杀了幽魂和广志等头领。在发现院内有一口巨大的钟后，立即上前敲响。你这猴儿顽性不改，这下不妙，都知道你闯进来了。这钟声洪亮清朗，惊动了这儿的妖精。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主角继续向山内推进，路中偶遇友善的妖怪马哥。马哥并不知道天命人来这里的目的，还告诉天命人起死复生、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山里的小妖也是被这些所骗，才为黑方大王效力。马哥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世，但是以马为本体的妖怪，在《西游记》的世界观中比较出名的，大概只有东方地府的勾魂使者、牛头和马面了。就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风光秀丽之处，常有世外仙人出没。主角便遇到了在此吟诗作画的葫芦仙人，他吟诵着魏晋诗人陶渊明的诗句，还赠送给主角带有仙术的葫芦。这葫芦能吸收万物复亡后残留的灵韵。对于这里的妖物，仙人似乎希望主角能够助他们荡去痴念，早入轮回。荡去痴念，早入轮回。不远的前方，更加凶险的战斗还在等待着。小僧法名广谋，若是今日死在你手，帮我带句话给师父。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半荣半枯，
几人之事，长生。且慢！终于，负责守卫后山要道的白衣秀士临死前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观音禅院中长老的冤魂还在，三口钟便是进入观音禅院的关键。君命不好，同病亦同忧。观音禅院是烧没了，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贪根不拔，无数常在。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在敲响了三口钟之后，天命人果然顺利地进入了观音禅院之中。此时，观音禅院的老住持金池长老已经化为了妖形，禅院的僧人也沦为任他摆布的行尸走肉。数百年后，金池长老仍然被痴念所困，对袈裟念念不忘。270岁，空成了几百件袈裟，怎么得有他这一件？这是袈裟收藏者啊！不！广志、广谋，那袈裟我不要了，不要了！你们别烧，都别烧啊！击败了金池长老后，天命人来到黑风洞，并见到了黑风大王。实际上，黑风大王就是黑熊精的人类形态。黑风大王似乎不记得当年想要烧死唐僧师徒的事实，只是一味指责孙悟空烧毁观音禅院的举动，并且错将天命人误认作孙悟空，二人进入了战斗之中。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有点本事，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实则不难掌握。这黑风怪学艺不精，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正好小老二收下来用。天命人一路追赶，最终在黑风山山顶上的观音塔处找到了黑熊精。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不也疯了吗？手段，今日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此番不同往昔，无人与你助力。待我取走这宝贝，哪里不能重建宝刹？在黑熊精落败后，想要拿着孙悟空的灵根逃走，可是灵根自身也有巨大的力量，黑熊精并不能掌控，被灵根的力量狠狠摔在地上，只好狼狈求饶。土地神此时也现身，为黑熊精说了几句好话。
原来当年黑熊精蛊惑好友金池长老，并利用金池长老对袈裟的痴念放火烧死唐僧师徒，这背后是受到了天庭的胁迫。结果计划不仅没成功，一对好朋友也都落得了凄惨下场。此时土地神也及时现身，为黑熊精说了几句好话。出于种种原因，天命人决定饶了黑熊精一命，并且顺利的取到了齐天大圣留下的第一件根器眼看席。第一回火照黑云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后还有一段动画，内容是回顾了黑熊精与金池长老结为朋友，最终遇到唐僧师徒的过往。当一切尘埃落定，回到观音座下的黑熊精与观世音菩萨发生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师父，徒弟还是想不明白，出家人尘缘已断，心海尽干，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心海尽干？曾是怪为富饶地，一朝疏怀贫困起，午夜朝起渺攘起。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庇。修得大圣皆佛力，邪风一丝也惊奇。哪知不测其祸其旦夕，那黄毛孽畜再回击。平凡不是好得意，复兴后世却成谜。我们的天命人不幸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曲罢，无头人表示知道天命人来此的目的，并且顺手施法将天命人救了回来。那么不难看出，这个无头人的身份显然以及关键时刻的提醒贯穿了第二回的冒险。黄风岭是《西游记》第20回唐僧师徒遇险之处。这黄风岭中有个妖怪叫做黄风大圣，他是灵山脚下的得道黄毛雕鼠成精。儿啊，你说的这些个苦楚，做爹的怎会不知？可大王一日不出谷底，你我就得再熬一日，熬住了才有活命。一路探险，天命人发现黄风大圣的手下沙国王正在跟自己的儿子沙二郎抱怨，看来在这里妖精的生活也并不如意。鬼地方也有鲜肉送上门。战斗中，天命人只需要去打沙二郎就好了，因为沙国王基本只会躲在远处扔石头，根本不敢近前。就算在天命人击杀了沙二郎后，沙国王气急败坏，却又不敢上前，最后只能转身就走，引起了无头人的感慨。普天之下，父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都将人情，他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汤，死
不寒。击败了沙尔当之后，天命人发现附近有一个显著的暗符，但是这个暗符却无法开启，因为缺少关键物品石之力和虎之风，是否就是召唤黄蜂大圣的关键？带着这个疑问，天命人继续开展了冒险之旅。阁下怎会在此？阁下与我十分有缘，黑风山一别，竟还能在黄风岭相见。在这里，天命人还遇到了上一回中遇到的马哥。马哥虽然被捆得结结实实，但是却一点也不担心。他劝天命人最好还是离开此地，但是呢，却反复表示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嘿嘿，不过阁下放心，想吃你马哥，没那么容易。来得正好，我有一丹方被水里的小蛙吞了，我忙走，帮帮小神。哎呀，亏不了你。与马哥一样，这头狐狸也是不曾在《西游记》中登场的角色，但是呢，他却自称小神，同时他给了玩家一个委托，其实就是击败不远处水中的大蛤蟆精，叫做浪里个浪。那么完成了委托之后他真的给了我们一些避险良药。甚好，甚好。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招！这等凡品，赏你便是。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小神还要寻丹炉，先走一步。随后天命人又找到了一处洞穴，而在洞穴中发现沙国王正在召唤自己的大儿子，似乎想要计划什么。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沙大王，你爹没了，到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孽畜，是那猴子！我是你。沙国王为了给沙二郎报仇，不惜用自己的血引出了自己的大儿子，不曾想自己却被大儿子一口吞掉。老鼠成精，是吧？就这样下场。天命人继续前进，并且遇到了妖王虎先锋，击败虎先锋后，得到了召唤材料虎之眼。他那个巴子，咋又这么迟啊？九天即时全无力，大手天蓬遭虎欺。枪刀剑剑慌不必，时候死你不死你。小施主筋骨清奇，正响应着铜头铁臂。缺少石之力。挺厉害，偏偏破门敲不开。生风气数比日月，三位妙法照三海。要想接那黄毛书经，必须要得幸福口令。
一个不够凑一双。那说来父母不是也得伤。听完了这段秦腔之后，天命人终于明白了原来想要见这个黄毛鼠精需要得到心腹的口令，一个呢就是虎先锋，另一个所以他就是石先锋。第二回的结尾不远了。且慢走，且慢走，再走怕你也无头。就在天命人集齐的口令即将面对黄蜂大圣时，无头人再一次出现，并且传授给天命人一道法术，叫做身外身法。亏得我一直存着，算是找着正主了。在准备好迎接自己的最后一个挑战之后，天命人终于来到了黄风岭的黄风镇。有生就有道，有高山就有深渊，有天地悬殊就有腥风血雨。我逃不掉，你也逃不掉。孽徒，你投二郎心法。在击败了黄蜂大圣之后这个无头人的真实身份终于揭晓了。就为在这黄蜂谷底一时快活。阿弥陀佛，小施主，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法号灵吉，也是这鼠妖的看管之人。在这里说一下这个灵吉菩萨。首先呢，在《西游记》中，黄蜂大圣当时是捉了唐僧之后，就连孙悟空他都打不过，然后孙悟空呢就来到小须弥山，请的这个灵吉菩萨才将黄蜂大圣收服。大圣陨后，六根不灭，散落到了世间。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因自身修为有限，难以炼化，于是生了歹心。我不慎中了他暗算，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做了存放根器、修炼邪法的容器。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我之罪也。此番重回大道，全赖施主智勇无双。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来吧，替我收好它。在第二回的结尾，再次以动画形式讲了一个故事。一名书生上山，发现一只受伤的白狐，书生将白狐救下，带回到家中。
夜晚，书生却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白狐幻化为一个妙龄少女，自己与白狐相恋、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书生回到家，发现白狐妖性发作，竟然将家人全部咬死。书生从这个噩梦中惊醒，立即杀掉了白狐，将白狐的皮留下为自己取暖。回顾第2回的内容，菩萨好心收鼠妖为徒，最后呢，却连脑袋都被鼠妖砍掉了。或许人与妖、神与妖之间的隔阂真的很难逾越。书生的做法是对是错，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至此，天命人得到了第2件根器耳听录，第2回的故事也就这样结束了。为了寻找齐天大圣的第3件根器，天命人来到了小西天。小西天又名小雷音寺，是《西游记》中的地名，和唐僧师徒遇难的地点之一。在雪山境，天命人发现了许多被定住的僧人，有的僧人靠近后便消散不见，有的却能够复活并展开攻击。同时，一只赤尻马猴也一直在给天命人捣乱。在击败了赤尻马猴之后，天命人进入寺庙展开了探索。这里的土地神以鸟的形式出现，吃斋念佛、诵经打坐，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清净无畏？你看看，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哼！你来之前，我算过一卦。你猜猜写的是啥？动不如静，有财无命。哼，既要送死，也不拦你。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瞧见湖中的小庙没？那里面便藏着你要的东西。趁此地的主人不在，快快取走，切勿停留。在小庙中，开场的神秘小和尚再次出现。这个小和尚显然不简单，他在吐槽了一番孙悟空当年的行为之后，释放出了一条巨大的亢金龙。好得很，好得很。他还记得你的味道。那猴活着的时候，
只知四处求人，哭哭啼啼，死了还祸及子孙，引得你们一个个送上门来。我这大包都快装不下了。康金龙，你法性已通，出来帮为师试试他的成色。看看这只猴子是否够格做我的弟子。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天命人虽然击败了康金龙，但是轰然倒下的巨龙打破了脚下的坚冰，天命人坠落在湖水之中。天命人勉强爬出后，又被赤尻马猴捕刀，坠入了浮屠界。入了此番轮回，就别想再轻易涅槃。这股子骚味儿，可真是熟悉。新来的。在氛围压抑、步步凶险的浮屠界，天命人几经探索，找到了被关在牢笼里的小张太子。原来黄眉怪假扮弥勒，骗小张太子来赴宴，并且扰乱了他的心智，还让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顺便一说，在原著中，孙悟空对黄眉怪一筹莫展之时，曾经请国师王菩萨前去帮忙降妖。当时国师是传小张太子和四大神将前去降妖。后来小张太子和四大神将被黄眉怪用人种袋收走，弥勒及时赶到，和悟空定下计谋，擒住黄眉怪。黄眉老怪，你是这猴子或许真是天命人。可惜当年的四神将如今已经沦为了四魔将，天命人也只能将他们一一击杀。随后天命人走出了浮屠界，再一次遇到葫芦仙人。这一次葫芦仙人传授给了天命人一个重要的安身法法术。黑毛赤尻，面相尖婉，可不好捉啊。你虽有些粗浅修为，但这极北之地，天寒地冻，胡乱轻造，性命难保。今日既有缘再见，我便教给你一招防身御寒的小神通。我非一般人，此非一般火。以后无论伤了、累了、冷了，就用棒子在地上画个圈儿，凭他什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哼，俱莫敢近。天命人继续在黄眉老怪的领地里探索，可是就在雪山之上，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对话。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吗？听到元帅这两个字之后啊，相信许多朋友心里已经隐约有了答案。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即将登场？再忍一时三刻，怕是就要化为脓血了。
好妹妹，里面凉快得很呐，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元帅说笑了。你若放下执念，我自然会劝师傅放了你，到时便可同修大道。哎，我可消受不起。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果然功力大涨，连你这东天小官都被训得服服帖帖。不过听这动静，天命人已平了塔下的惊喜。好妹妹，估着这金疙瘩要等不到你师傅来开喽。这金挠是祖师爷的法宝，小小天命人如何破得了？你唤醒了龟将，你怎知这下面是他？什么舍不得归不归的？刚刚闻到一股骚味，这味道好生亲切，忍不住敲锣迎接。师父惜你父性，饶你一命，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既不识相，小西天的极乐之境，怕是与你无缘了。师父果没说错，猴子最是冥顽，倒也无妨。这金挠，休想打开！鹅棉花使呢，拖拖拉拉的，老朱我在里面都快噎硬了。让开，让开！我呸！人不人鬼不鬼的婆娘，不想想当年在天上，我几时拿正眼看过她？嗨，又是这模样，毛脸毛眼，尖嘴缩腮，全长着命大。又是个哑巴。算了算了，正事要紧。这只老龟，我倒有几分交情。这黄眉老怪不同别个妖王，花果山那只老猢狲特地没我来处理，生怕你中了他的算计。
上一段 CG 啊非常的完整，而且说的也很明白。为了不打扰大家观看呢，我就没有说。实际上呢，就是天命人啊，居然偶遇到了猪八戒啊，就是孙悟空当年的师弟。然后这猪八戒呢，与我们想象中的这传统形象中的不一样啊，比较矮小啊，但是他的性情呢还是非常豪爽，而且也明确表示啊是受了花果山长老这老猴的委托啊，前来帮助这个天命人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神队友之后啊，相信我们的冒险之旅也会轻松上一些。龟老弟，这么多年被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苦了你了。你放心，等靠岸了，我一定上去先砸了那小破庙，给你和蛇兄弟报仇。我懂，这世道，活着死了，都不如变回石头疙瘩。你呀，空长了许大年纪，耿耿业业的成何体统？哎呀，知道。哎呦，别哭了，老师在这候着，我去看看你那兄弟怎样了。天命人和猪八戒在大龟的帮助下渡过了河，再次寻找黄眉怪的踪迹。在一处凉亭旁，他们再次遇到了之前的小和尚。我在细细端详对面的大佛，你看他的肚脐眼儿有这么大，比我比你还大好几圈。大佛？哪儿来的大佛？你看不见佛，因为你心里无佛，无佛可拜，自然眼瞎。我堂堂净坛使者，什么大佛小佛没见过，你才眼瞎。不知先拜拜面前的活菩萨。心诚则圆道，圆道则佛现。两位施主，不妨在四处找找，好好拜拜。找个屁！见庙就进，见佛就拜，不分真假黑白，那是我师傅。我老朱，平生最嫌这些表面功夫。心不诚，山不开。心若诚，路自来。小和尚要求猪八戒和天命人拜4座佛像，二人也确实没有更多的线索。拜完之后再找到小和尚，小和尚却说：“路不就在那里吗？”和尚，能拜的全拜了，路呢？路不一直在那里吗？你这鼓着肚皮的秃头小儿，敢唬我老朱？全是光溜溜的山，哪来的路？哎，他有慧根，你心不诚。成你个奶奶！哦，你莫不是那老贼变的，专来作弄人来？吃我一耙！不拜就不拜，这般气急败坏，修养还不如身边小辈。修是不修？气煞老朱！此路不通，爷爷我攻也攻出一条路来。你先行一步，我们在山顶会合。其实小和尚说的倒也没错，就在凉亭的附近，确确实实有一条上山的路。天命人一路杀了上去，途中还击败了妖王不白。又来一个妖猴，等剥了你这张脸，我也去当个天命人玩玩。最终在雷音寺的大雄宝殿，幕后真凶终于出现了。很久以前，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
他是个认真的人，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我。后来，他犯了大错，重入轮回，又收了几个徒弟，可结果如何？徒弟死的死，逃的逃，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要我说，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信什么狗屁如来？不如我自己来。既见未来，为何不败？本座这大宝正是为迷途之人准备，你且进去，误上一误。这段 BOSS 战做得十分精彩。黄眉老怪一开始没能杀掉天命人，于是便取出了法宝人众袋。人众袋的威力呢是非常强大的，落入袋中者骨软筋麻，失去反抗能力。在《西游记》中，黄眉老怪曾经4次使用人众袋来对付孙悟空请来的天神，可见其威力。你这笨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叶启生，先杀出去再说。此时的人众袋已经经过了灵根的强化，它的威力更加强大，而且能够极大的扰乱心智。对，就是这样，这才是你。小侄子，撑住，莫丢了神智！杀得更畅快些。
定能成佛。十方诸佛皆无心，你与十方诸佛无异。老说什么放下放下，你放得下手里的屠刀，放得下心中的偶像吗？从一地狱，最后的涅槃，便由我来助你吧。一路杀来，可觉得精神健爽？这便是为师所不。一个雌雄！我早就看穿了你的下场。只要你还在为他人而战，迟早也会死在他人手上。黄梅只为自己。其实这里多少有一些剧情杀的意思啊，感觉黄眉老怪呢，他可能是说的太高兴了啊，他决定不用法宝啊，亲自呢实打的去跟天明人比试一场，结果被天明人所杀。就连成就也在吐槽说这胖和尚死于讲话太多。我没输，我不会输。只要再用一次那猴子的宝贝。其实这小胖和尚啊，就是东来佛祖弥勒佛，而黄眉大王呢，是弥勒佛司庆下面的一个黄眉童子。趁弥勒佛不在，在宫里偷了几件宝贝，在小西天假佛成精。这孽畜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戴尔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还化作我模样，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一心逞能报复。大肚皮，我早该猜到是你。恕罪，恕罪。哼，管你一次我信，管你2次，猪都不信。我也不信，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我本要亲自收他，不料2位施主先到，不能。你
自是福大命大，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这回或许没看错人。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再找寻起来就难了。你那9齿钉耙，且借我用用。第3回的结尾动画讲述了如来佛祖座下的一位弟子，为了测试人心，化身异兽来到一个海边的村庄。他为村民提供珠宝，并向村民索取渔获作为供奉。一开始一切顺利，直到有一天，村民为了更多的珠宝，合力将异兽诛杀。画面最后，金蝉子出现，与师兄的对话颇为耐人寻味。
师兄此番下界，倒是去了好久。说人话。这回我又赢了，君产子。祸乱人心，道果为因。师兄如此执着输赢，可笑，可悲。若不能赢，还长什么因果人心？石猴不过自封齐天，那司庆童儿却敢自立宗庙，自封世尊。亏得你佛心坚忍，勇猛无惧，竟抵住了他的引诱。那些个星君魔将、高僧大能，一个个乱了性情，坏了道心，真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偶像。你一路迎霜冒雪，可曾嗅到使人痴心破灭的味道？每次进补必要成亲。有次夫人来此贺喜，挑了面宝镜做礼，名为照古镜。且慢，照古镜，我记得夫人时常念叨，言语间好生可居来。哎，你听我说完后话。你妖婆拿镜子一照，就失了神，转身就把镜子扔了。夫人因此生了闷气，便不再亲自动动了。捣鼓个没完！老子一路上觉都睡麻了。谁在里面？好大胆！不认得和你也敢动！这年头，我在哪里都没个亲戚。哪里来的女菩萨？快下来说话！这就走了？害羞什么呀？为了找寻大圣留下的第4件根器，天命人和猪八戒一路探到了蓝喜村。开场2个小妖对话中的夫人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妖怪，蓝喜村也处处透出危险的氛围。猪八戒毕竟是老江湖了，将2人变为前来送礼的小妖，这才走进了庭院。让叔叔也帮你一帮。2位元老，里头正排筵席，快请进来饮几杯薄酒吧。
臭！二位贵客，怎来的这般迟？你们家夫人这次又没来吗？夫人碍于身份，不便在下界露面。但她心里一直记挂着各位，特差小的送来这份薄礼。夫人说了，盼仙姑早日康复，早日上天一续。夫人未来，实是可惜。我们可是备了一出好戏要唱，专意等了这许久嘞。而今，礼被偷了，人被杀了，不如拿你两个顶缸吧。我们不过是办事的下人，奶奶这是扯什么笑话呀？猪八戒，我知你生的丑，怕见人，但也不用要，顶着另一张猪脸哄我母亲吧。没眼色。我老朱一心向佛，你母亲也不知哪位，且得等着。好薄情的人，当年你在这岭上杀人放火，毁他清誉，如今却都不记得了。清誉，都做野妖精了，还有脸提什么清誉？我说呢，原来你就是那蜘蛛精的小辈。罢了罢了，叫我一声好叔叔，老朱给你几分面子，去那破洞里见见故人。你乐意去也好，不乐意去也罢，可不由你了。从二姐前面一番话里不难听出，猪八戒和二姐的母亲，也就是夫人，有过一段旧情。最后呢，是猪八戒负心离开，将二姐击败后，二姐呢放出了一枚毒针，正中猪八戒的额头。猪八戒受到毒素的影响，提起九齿钉耙，不顾一切地追了进去。晦气！你们这些昆虫，披了人皮，穿了人衣，也只会这等阴损勾当。是，哪比得上你天蓬元帅光明正大？那一位的尸身，我估摸着还没凉透呢。你这就又找了只仙猴子拜做师兄了？放你娘的屁！叫你母亲早早出来求饶，叔叔念你年少无知，留你一条贱命。实话与你说，东西就在盘丝洞里。若是怕了，就赶紧逃吧。你儿子便怕？这破洞，今日我一次给他筑平，看你们有我再去哪里藏。主角在一张床上醒来，身边都是陌生的环境，床边的箱子里还放着一些良药。究竟是什么人这么贴心？带着这个疑问，主角继续开展了冒险之旅，而他所在的位置正是传说中的盘丝洞。盘丝洞峰峦高耸，地脉遥长。正所谓峰峦高耸接云烟，地脉遥长通海月。正是妖仙寻隐处，更无邻居独成家。在这里，天命人遇到了似乎早有准备的黑手道人。修炼多日，把守功成。
终于来了！天命人，郎君有令，先于我试试身手。作为蜘蛛精的大本营，这里大大小小的妖虫自然是必不可少。在主角寻找猪八戒的过程中，本回合开场屋檐上的女子突然出现，并且为天命人提供了帮助。难道之前也是她救的天命人吗？这个女子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她在问天命人山岭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便离开了。天命人在盘丝洞中一路探险，最终找到了蜘蛛精所在的位置，而他发现一场蜘蛛精姐妹间的对话正在进行。闭嘴！好蠢的东西，快些走！快来快来，他们到了。又不是三姐姐你成亲，这么着急做什么？叫你编排我，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这小蹄子。好姐姐，就饶了我吧。来了来了，新郎官来了。我来迟了，妹妹们久等。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怎么生得这般酣丑？嘴脸是有瑕疵，不过母亲喜欢就好。丑是丑，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为了抓他，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可是费了姥姥劲儿了。二姐姐真是勤谨啊，捉到好东西，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妹妹好大的气性，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咱们都没好果子吃。嫁了她又有什么用？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连你也不消停。想看，就去前头看。我说妹妹们，这还没开始行礼，你们就急着要闹喜糖了？嗨，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我们呢，别操那没用的心。姐姐，人我就交给你，一路辛苦了。姐姐，母亲是老糊涂了，妹妹们又不小的事，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我何尝不心疼她？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正是拜这纯物所赐。不恨就罢了，还这般作践自己，我是咽不下去。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更不论强弱输赢，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姐姐，你我当时都未出生，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世伯那边，走一步看一步吧，能多享一日，也是好的。你随我来，前面便是母亲的兰房了。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千万别去沾惹她。还有，别细看她的脸，尤其是眼睛。姐姐，不能再耽搁了。
我的话，你可要细细记住了。快去，别误了时辰。哥哥，你让青山等得好苦啊！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能回来就好。姑娘们，排宴！看到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后，由于在场的蜘蛛精数量众多，天命人决定呢，还是先不打扫精舍为好，等宴会结束之后，再偷偷的从旁边溜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讲，天命人的计划确实成功了。在他赶到时，所有蜘蛛都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此时猪八戒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东西，叶风流而已，竟要老猪的命来偿！你倒是跟得起人，难道没了我老猪，就办不成事儿吗？抱一个，也拖累你爷爷！你莫管我，快滚！追寻着猪八戒的足迹，天命人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毕竟猪八戒是曾经的天蓬元帅，实力强劲不说，更是有整整3个阶段，十分难缠。你不是死了吗？这一切都是你害的！老鼠先要在此过快活日子，休想再带走我！其实猪八戒即便被击败后，仍旧没有缓过神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回合开始时，2个小妖谈到的赵古镜突然出现，
而猪八戒看着赵古镜，看到了意想不到的画面。八戒刚刚找回自我，却又被蜘蛛精掳走。天命人心里暗暗叫苦，却也只能无奈地追了上去，还意外听到了猪八戒和蜘蛛精的对话。咱老夫老妻的，何必烦那旧账？你莫不是忘了，当年猴子留我下来灭口，是谁最后没舍得对你下手啊？我没忘。但我更忘不了的是，你们走后，我如何靠着姐姐们的肉身骨血，才挺了过来。这仇不能全赖我们，要怪就怪你师兄，是他把唐僧肉看得比你们姐妹的命要紧。师兄是一时糊涂，事后他悔恨交加，做了许多补偿。甚至不惜用那东西替我续命，不然我怎能撑到今日见你？好妹妹，你说的当真？那东西如今在你手上。哥哥，到了此刻，你心里惦记的还是那只猴子。什么猴子？胡说！臭猴子哪有你标致啊？再多说些我还听啊。待我听快活了，兴许大发慈悲，告诉你那东西在何处。你这恶妇，有胆去前面照照！都这般岁数了，还念些情情爱爱，当真可笑。我困在这洞中，日日等你，时时想你，想着同房后立刻吃了你，治好我这病根。要吃便吃，搞这一出摆堂敬酒，弄些个恶心噱头，发什么假闹风？我呸！吃不下去，不单是为你，更是为他。母亲，这小女娃又黑又丑，鬼知道是谁的孽种。你今日这般下场，与我毫无干系。我只恨自己当时在心慈手软。你怎么才来？我先前就死了！快快降了这妖魔，放我下来！师兄姐姐们过来。我此生最恨猴子，回回都是你们坏我好事。我究竟哪里不如这些猴子？既然你这么喜欢猴子，我便抛了他的心，挖了他的肝，与你一起尝尝。莫管我，快追上去，取回师兄的东西要紧。你快逃命，我自有办法。
天命人追了过去，发现紫珠儿就是被自己打伤的蜘蛛精，正在向自己的师兄求饶。他这个师兄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师兄，救我！既叫你设了局，又与你法宝相处，怎就败了？真见了他，我下不去手。后来天命人赶到，我打斗不过，洞里已被那猴子搅到翻天覆地。区区一只猴子也退无礼，你旧伤未好，又被他打作心伤。放心，我替你打点。师妹，我的那样东西可还在你身上？还在。师妹啊，你虽样样不济，能把天命人引来这里，也算功德一件。但我借你的东西，得先还回来。吞噬掉天命人的结余根器，我便可不再受昆仑摆布。师妹，你的仇我自然会报。你苦了一辈子，安心去吧。师尊下来救我！母亲。你还是和那时一样笨呐！母亲，母亲。在挫败了白眼魔君的阴谋之后，天命人如愿得到了第4件根器蛇长丝。可是这个悲伤的故事令人难以释怀。第4回曲度鸳鸯结尾动画还原了猪八戒与嫦娥仙子、紫珠儿的爱情经历，催人泪下。月光
初见的交通。月光在惜别的站楼，思念是眉间的痒，愿念念望相思，寻常最长久。汹涌如江流，忐忑似轻舟，有你相伴，这一路多么多么自由。云卷云舒风息，一种从立春到立秋，在那一刻我爱上你的所有。忘了是心田的沟，记得是老套的酒，指引是相拥无言。愿天黑花当你，总归说不够。这一路多么多么无忧，晚上朝露昙花苍过，黑也不过白昼。听错了风，又怎么会有以后？飘摇似轻舟，放手这一路可言我有多久？安心我真爱中绽放，或者不是永远无分下一世回眸。真情假意为够相守，今生有求，下一世相遇，情节再会。第5回日落红尘正式开始，天命人和八戒来到了火焰山附近的灰烬林。八戒主动接起了过去大师兄的工作，表示要先去前方探探虚实。天命人探索发现这里有着大量的阴兵，牛魔王的麾下先锋正在与这些阴兵进行交战。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
不知为何昏了神。无奈牛魔王麾下先锋，还好未伤你性命。饶你，饶你！继续向前探索，天命人听到了一个女子求救的声音。没事，铁拳。这个风应该是。师傅，救人呐！救人！不是。猴哥哥，是你！救我！猴哥哥，救我！山中生了变故，只有我逃了出来。不想下山路上又被妖人擒住，在这吊了3日3夜。不知哪师修来的元法，今生得遇好哥哥，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家老小，就算点身卖命，也要酬谢大恩。我说的没错，这小羊叫唤起来果然高人。是他们，抓我的人回来了，快点救我！好个冤家上钩！现在怎么办？统统烧死，烧个啤酒肉啊！神池好风流啊，比老猪更怜香惜玉。妖精，姓甚名谁？老实说来。若有半句变化，叔叔的听耙可不长眼。哼！好险好险，多谢恩人搭救。我是大力王的女儿，名叫萍萍。胡扯！牛魔王何来女儿？哄骗我老猪，讨打！我记得你，我母亲玉面公主，就是被你所杀。母亲死后，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铁扇公主心善，认我做了养女。后来，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我们一家团聚，终于过上安宁日子。哥哥一向孝顺，对我也甚是关照。可是不知怎的，不久前他忽然性情大变，他悄悄招了火云洞的旧部过来，先是求了父亲，又困住母亲。我实在没有法子了，才跑出来搬救兵。可的一出山口，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那牛魔王神通无穷，我跟师兄2人才斗他不过。铁扇仙更有灵宝护身，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啊？说求就求了。谁能料到自己儿子反目成仇？做父母的，谁又真的狠心对亲生孩子动手？呆子，这小狐狸哄你玩呢。你们看看这里，若不是哥哥的3昧真火，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不好，父亲性命顷刻急休，请侯哥哥务必助我一家渡此劫难。火焰山极凶极险，这只鹪鹩虫儿一锤收好，到时自有用处。哎，这声音耳熟的很呐，老猪我去探探便知。来不及了，侯哥哥，我在前面带路。快来！适才，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我且不计较从前血债，他倒好，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侯哥哥务必跟紧我。从前，哥哥常与我在这山间玩耍，那6剑将还会逗我们开心。此处有洞能过，我先行，侯哥哥径自往前出去。
就这样，跟随着少女萍萍，天命人先是一路找到了铁扇公主的寝宫。教条虫儿给收好，都是自有用处。我借母亲的芭蕉扇去救父王。救？火焰山这场劫，一柄扇子，怕是救不了。母亲，女儿求求你了，再这么拖下去，哥哥的凶性一发，父王怕是必死无疑啊！你是当真关心那放荡老牛？别以为做娘的不知你那点小心思。难保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逍遥快活。母亲冤枉！若不是心忧父王安危，我何苦找到上仙一起来这里央求？狐狸精就是狐狸精。我看你只想骗去芭蕉扇，做个人情献给聂儿。我是父王的亲生骨肉，承蒙母亲不弃，才得以苟活至今。哥哥待我再好，又怎比得上双亲的天恩呢？扇子的事我意已决，当时多造的孽缘，如今不配自怜。反倒是你，挑这个时候来，是何缘由啊？师姐，这是你的家事，为界外人，本不便智慧。但平儿找到我，说天命人已经到了火焰山。天命，乖乖听老天命令。气个老不死，名字起得倒怪传神的。他的真实来历，你我皆知。届时，你的儿女也好，丈夫也罢，连上这罗刹宝地，都难逃灰飞烟灭。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来了，又有何惧？不说老牛与孩儿，我那芭蕉扇也不是吃素。他前脚得知身世，天命人后脚就到，两事同时发生，师姐不觉得诡异吗？身世？什么身世？你们在说谁？我听闻剩余几个遗物，都已落入天命人之手。师姐，事已至此，你还不明白吗？是谁让他回来的？那些东西当真是修炼至宝？只怕我们一个个自作聪明，到头来反倒成了助他还魂的祭品。我不在意别人死活，我从来都只在意你一个人。不如我们两个一起走吧。当年在上面我如何待你，今后也会如何待你。师弟，到了这种时候，竟只有你还挂念着我。我一下没了主意。来，坐上来，与我细说。母亲，不可信他，这厮面露奸相，定有轻薄之意。淫贼，我是白瞎了请你救人，你竟趁人之危，你敢！长辈们说话，轮不到一个庶女弄舌。我与你母亲相识的时候，你那父王大约还套着牛梭子，不知在哪里离地呢。淫贼下贱，母亲别信他。一边清静清静。这才好些。师姐，下界之后，小仙还从没离你这么近过。师弟，这些年其实我也很怀念宫里的日子。这是何物？猪蹄还能是什么？再不醒醒，你要扑上来啃一口了！杀我也！气杀我也！好个阿杂东西，
竟敢化作师姐模样炸我！哎，老朋友，见什么外呢？咱俩携手剿灭狐狸洞的日子，我老朱也想念得紧呐！狡猾东西，亏我一片诚心，竟着了你这恶心手段！扯什么淡？这一路的阴兵诡将，以为老朱看不出是谁的杰作？哟，神职，你也到了，正好正好，与叔叔一起会会这坏了纲常的滥淫贱货。孽畜！这么多年了，还是妖性难移。我这兜率宫的无根水一旦落了地，看你还如何放肆！曾经我助你等西西。阴阳之道，一向一悖；天地之道，一升一降。今日就拿你这毛贼喂喂我的阴阳鱼儿。这家子真不知礼数，弄这么条小鱼儿，还不够请咱吃饭的。身世之谜已揭，红孩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眼里这地府天幡，不过是人家案板上一碗冷饭。啊，这厮溜了。老朱才刚打了个盹儿，小小单童这等猖狂，以前也是个清白出身。说起来，都是大师兄造的孽。命不好就罢了，又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你从这边上去看看有无通路。我再去四处找寻找寻。老娘虽然跑了，难说宝贝还在山内。在火焰山内，孙悟空发现牛魔王确实已经被红孩儿打伤。猴哥哥，快来快来，我在这里！扇子我找着了，你看。母亲大抵是左右为难，才逆了行踪，却把扇子留了下来。只是这大铁球滚来滚去，不见消停。幸好猴哥哥及时赶到，你且助我引开它，我好举扇灭火。小狐狸，这当真是芭蕉扇？放心放心，母亲曾教过我使用口诀，一扇下去便知真假。那老牛哼哼的十分虚怯，顾着只剩半口气了。老朱姑且信你一次，尽点力气挡住那铁球，你趁机使出扇子。猪八戒皮糙肉厚，死不掉的。猴哥哥，先随我一起去救夫妻小姐。父亲，父亲，天命人我带来了。趁着哥哥不在，父亲可把那东西交还于他。此物一旦物归原主，哥哥自然死心，
火焰山的结束也便解了。好个破猢狲，怎么作死都死不干净啊！可惜来的不是时候。父亲糊涂了吗？小女把天命人带来救你了。是糊涂了，可眼没糊涂。你不是我女儿。父亲此话从何说起？频频吃尽千辛万苦，寻了人灭了火，不就是为了回到父亲这里？早知把眼也戳瞎好了，免得见你作怪。莫急啊，老畜生，一会儿就碎了。枉我卖弄这般手段，没意思，真没意思。不如都杀了利索。我打扮做那小妖精，自问一般无二，你是怎么看穿的？他不像你，面上敬我，心里一点儿不惧。啊，原来如此。少不得要再把那小贱人抓回来，好好耍子一番。不过，眼下先把你们两个好兄弟烧成灰葬在一起，闲情雅致，时候多的是。你这孙子走到哪里，哪里就家破人亡。小儿虽一时落败，但精气未散，只怕不过半晌，还能站起来。这东西我得来后一直封在胃囊，无人知晓。我老了，什么都怕，怕战，怕死，怕老婆，怕儿子，所以我不敢吃。他来要，我更不敢给。狗屁天命，都是苦命。且莫信了这些方便，此番能否再修正果？全凭之前因缘造化。
多亏这张地契符，那土地老儿虽然技不如人，也算死得其所。我说怎么删了没下一滴雨？原来一直是你这憨儿在捉弄我。牛哥，捞出来吃一不？对不住，臭小子！叔叔今日就带你父母执行家法。这厮甚不通便，只想着报仇，家都不要了。把师兄的东西吐出来！奴家来迟。大王受苦了，他们没一个肯来。夫人，罢了。两位上仙，万望垂死，饶我儿一命。这孩子是西方夜叉部仅剩的一缕血脉，身世之悲惨离奇。世间罕有，他现在已无还手之力。若能放他一条生路，我罗刹女与大力王情愿潜心隐性，做官修行，连同一对儿女，永驻火焰山。我夫妻两人甘心代他受罚。如果上仙不弃，这把宝扇也一并送上。有情处有火，无火处无情。知仇不报，何来修行？他们想看的，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偏不让你们醉。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动画不仅是回忆了牛魔王与孙悟空过去曾经并肩作战的经历，同时呢，更是在一开始就揭示了孙悟空的真正死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熊皮，你戴罪立功，赐饮一顿。雕鼠，你替天行道，耳朵拿去。黄眉，你重振旗鼓，鼻子收好。白眼，你忍辱负重，舌头留下。牛魔，你大义灭亲，最是不义。他的身子留给你了。老牛真是晦气到家了，这一辈子就没选对过一次。什么时候就牛哥，你省些力气，咱们还要杀上天去擒那玉帝老儿。此子看着像是天兵头领，牛哥，你把我殿后，我去会他一回。我知你不情愿，可我又何尝不是勉强？那孩子是他们逼我吃了子母河的水，借腹而生。若无那只猴子，我们本可当这一切从未发生。你我从此两地分居，各自清静。老匹夫！你早知我身世，为何还愿做他们的狗？孩儿本不想与你恩断义绝，你若还念一丝骨肉情分，就该把那东西交付于我，放我回去给童宗报仇。大王，这把扇子送与那猢狲。叫他退兵去吧。你弟我教训了，你儿我送人了，今日你婆娘那柄扇子我也要定了。任师傅修正过，只有这条路是留给我们走的，长兄还不明白吗？猴哥，那老牛的小娘子也被我一耙处死了。拨开一看，原来是个玉面狸精。
沉默。我可以躲，别笑我，笑我。请闭眼说，见我一笑而过。我把心酸来骗我，骗我。我没错。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张兄，照顾好妻儿。我死后画的东西，碰不得。好侄儿，我们这是还乡，不是投胎。那老猴子好不好，都在花果山顶上等着呢，不用忙慌。咱们按他吩咐把5根收归来，只待他拿出第6根，齐了。就这样，天命人和八戒回到了花果山。纵观整座花果山，其实在这最后的一部分已经没有了什么知名的妖王，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孙悟空的筋斗云、一套装备和如意金箍棒，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二人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了王灵官，八戒的火气顿时上来了。原来八戒当年之所以被打下天庭，都是因为王灵官从中作梗。这个王灵官呢，他是天庭的一名神将，《西游记》中呢，他在天界的通明殿里当差，也曾阻挡过发狂的孙悟空。二人在凌霄殿之外武斗，一时之间不分胜负，其实力可想而知。造化，是师兄的筋斗云嘞！我正愁该如何捞你，不期这云倒是乖滑，想是他在这山间云雾里躲藏了多年，感应到你的5根，记起救主人，恰巧救你一命。他既认得你，倒不如先使唤使唤他。我虽能化风，可驮不动你的肉骨凡胎。天兵天将来了这许多，山里定有大事发生，我们且去瞧瞧。
在击败了留守花果山的天兵天将，并将装备凑齐之后，天命人便同八戒一起进入到了孙悟空化成的灵石之中。这个故事也将迎来最后的大结局。来了。来了。上船。啊，我说老侯，上了你这贼船，不会回不了头了吧？天下哪里不是贼船？不上我这艘，你以为就回得了头吗？哎，这里是什么地方？他的记忆。那猴子打小就这样，见到好东西一定要拿到手，别人不给他就抢，这眼见便喜、不择手段的臭毛病，与黑熊金池又有何分别？小偷小摸要不得，学佛悟道就是大功德。哎，我看呢，差不多，都差不多。好一只泼猴，在地下称王称圣还不够，偏要跑到天上去讨个官做。可这天上没待几日，只因王母不请他赴宴，便怒发冲冠，恨不得把整个天宫都给拆了。哎，耳听己怒，恣意妄为，和那黄毛畜生一个德行。养不熟，养不熟啊！那时他还小，不懂事儿嘛，又没佛祖教，又没师傅带。你这老人家也忒小气，老揪住人家小时候的丑事儿不放。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他从那五指山下出来后，说是懂了礼数，收了心性，车迟裹着一泡尿，就全露馅了。木尊长自封偶像，从来没把佛祖师父那些教诲放在心上。嗨，顽皮而已。天生本事大的人呢，骨子里都有那么点自恋，我也一样。比秀痴爱，目空一切。比起那黄眉小子的狂妄，我看也不遑多让。嚯，这不是那谁吗？叫什么夫人呢？弄得师傅一怒之下把师兄赶回了老家。哎，在白虎岭，他倒是狠心绝情，接连3次打碎过去的爱人，自以为从此不会再有牵挂。可你也明白，他心里根本没有放下，不然也不至于成了佛，仍要执意逃离灵山。舍长必死，多情易舍。这一点他像你，还有你的那些个情人，无论身在何处，永远是孽海青天的囚徒。别说我，老朱是慧根不够，师兄自那次后情情爱爱的消停多了。
哎，八戒，啊，仔细看看，这里很多你的好朋友。哎，酒肉一场，算不得朋友。酒肉朋友也是朋友。哼，你说是就是吧。哎，这几个老兄弟似乎没得一个善终啊。是啊，古往今来的奇才异能之士，何其之多，但真正成就不朽功业的，寥寥无几。你们可知为何？世道不公。世道从来不公。运气不好。运气只是强者的谦词。那只能是，没我老朱英俊了。因为空有天赋，不思进取，小富即安，沉迷享乐，想安逸又想名利，想快意江湖又想成佛做祖，哪有这样的好事？身本多忧，怎可全求？牛魔王如此，孙悟空也如此。有天命的眷顾，更需有斩断私心烦念的觉悟。你可记好了。啊，老侯，这不能是师兄的回忆啊！你又弄鬼哄我们。哎，如今6根还缺1根。八戒，是哪一根？眼耳鼻舌身意啊，意缺意。你方才看到了什么？我们仨，那就是最后1根。哦，我懂了，是你。我一早就猜疑，敢莫你才是大师兄的意，难怪一路引导我们。不是我，是他。什么鬼话？你说他是大师兄？是，也不是。我说你这个老猢狲，都到这儿了，还含含糊糊卖什么关子？唉，大圣死后，6根中有5根存留下来，被几个妖王分去。唯独意没了。意为6根之首，是每个生命独一无二的本质。正因如此，它注定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陨灭。等等，你说大师兄死透了，活不回来了？你个老东西，一直在骗我们！你的大师兄绝无可能复生了，但他的根本并没有消疏，天帝也自会再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辈，把那根本连同名号一起传下去。这天选的后辈，便是天命人。你原是无名之人，却在集齐6根的途中，斗了重重艰险，战了许多强者，淬炼出了足以配得上那份力量的刚强意志。你是说，让这小猴子顶替我师兄，他配吗？孙悟空早就死了。八戒，你心里明白，你那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孙悟空既已不在，当接过这名号的人，或者是他。
到了。后面我们不便再送，你需独自过去。孙悟空死后，留下了一具6根全无的残破古阵。纵然多年过去，那残躯仍有天然灵性，能感应自己生前的气息。你若真是天命所归，便去亲手将这具不生不灭、无魂无魄的僵尸除去，从此6根合一，稀有重续。不成不成，太医上木木楚楚的，我不放心，我同他一起去。这个地方本就是悟空死后残留的执念所化，这返本还原的最后一关，只有靠他自己，你我帮不上忙。不信，你看，小猴子，好侄子，打不过就跑，悟空的名头，咱不要也罢。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封了斗战胜佛，从此留在了灵山。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好，接下来是对这个结局谈一谈自己的理解。首先，这个剧情做的真的是荡气回肠，非常精彩。结局中，天命人所找的最后一件根器，其实就是孙悟空的残躯。在孙悟空的问题上，老猴说的很绝对，孙悟空是不可能复活的。但是天命人能做的就是将孙悟空的名号和根本传承下去。于是，在结局中，主角击败了孙悟空的残躯，最终成为了合适的天命人。这原本也算是一个正面的结局，可是我们又发现，天命人最后乖乖的让老猴戴上了具有约束意义的金箍。这样一来，这个结局呢又变成了悲剧。孙悟空的残躯可以视为孙悟空一生渴望自由、不畏强暴的叛逆精神，而这种精神最终不敌强权，正如理想没有敌得过现实。所谓天命人，这个天指的就是杀掉孙悟空的天庭。老猴可能是如来佛祖的化身，在花果山的徒子徒孙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人。这个人既能继承孙悟空的名号，又能任天庭摆布。当然了，这一切只是最坏的猜测，也不排除老猴是花果山的幸存元老，与天庭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就是主角如果想要将孙悟空的名号传承下去，就必须要戴上金箍。不论怎样看，这都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不知道游戏里有没有什么结局能够让天命人真正的获得自由？对此，我也会尝试不同的玩法。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